你们滚开点，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来啊，你来啊！轻薄了我娘，还想杀人灭口，你们到底是伯府的人还是强盗啊？你今天有种就当众杀了我们，否则这件事别想就这么算了。你们不但来我们村轻薄毁老太太清白，还要拔刀杀人，这也太嚣张了吧！大家一起将他们送官去。对，这里可是长平村，不是京城，还轮不到你们来这里嚣张。轻薄我们村的老太太，想要毁人清白，还要杀人，你们眼里还有王法吗？大家别怕，都去拿武器，将这些恶霸送去见官。哎呀，来人呐！哎呀，快将他们拉开！怎么，你们也想轻薄我们？哎呀，来人啊！快来抓这些采花大盗啊！连我们这些妇人都不放过！来人啊！有人要轻薄我！哎呀，来人呐！有人抓我大熊脯子了！哎呀，来人呐！唉，可惜这是你钱奶奶，否则我都想送去给我祖父做妾了。我祖父一下多出那么多好大儿和好媳妇们，再也不怕寂寞了，可能还要乐坏了。就冲他们这不要脸的劲儿，在侯府能无敌啊！你才真是你祖父的大好孙啊！我反正无所谓啊，要是他们乐意，我也不是不可以啊。好啦，你祖父不是被你祖母休了吗？现在还缺一个正妻，你可以对外为你祖父征婚，谁伺候得好，让你祖父满意了，就能够竞争成为老侯夫人呢。等我带着老太太等人上京城后，也能够怂恿她去竞争一下。好主意，就这么干。这俩人还真是一个敢出主意，另外一个就敢照做呀。这两个祸害凑在一起，可想而知，这京城以后得有多热闹，多么鸡飞狗跳啦！哎呀，放开！我们不去县衙。不去也得去，谁让你不安好心，居然让个小伙来毁我清白！你们到底想怎么样？赔钱！我和我儿媳妇的清白可不是你们想毁就毁的，你和那几个小伙都得赔钱，否则呀，都一起送官，让大人判你们坐牢。太不要脸了！哎呀，叶儿小姐，我是你娘派来接你回京的，你快帮帮我们呀！什么你啊？我可没有啊，我早就宣布了和亲爹娘都断了关系的，所以你们可别来乱攀关系。至于帮你们，那我就更没法喽。毕竟我和大家都看到你指使侍卫轻薄要毁乔老太和他那几个儿媳妇的清白，我们总不能昧着良心做伪证。所以啊，你们自求多福吧。叶儿小姐，你真要做这么绝吗？我家夫人可是你亲娘，这些年她虽是伯夫人，可日子也没有你们想的那么好过，上面还有一个亲婆婆压着，前些年什么都要听老夫人的。她不是不接你们兄妹去京城，而是她太难了，根本没法。叶儿小姐，你的意思是她头上有一个恶婆婆压着，老夫人很凶悍野蛮，天天打压她，她在伯府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所以才没法去管我们兄妹的。唉，可不是吗？所以这些年来你娘也是很苦的，但她从来没有忘记过你们兄妹，天天念叨着呢。那她现在又怎么敢将我接去京城？还是说你接我去京城根本不是去伯府？是啊，伯府一直都是老夫人当家做主，夫人被压得喘不过气来，就是现在也不敢，更没法将你们接进伯府啊。不过却会将你们安置在一套新宅子里，再派上几个丫鬟婆子伺候着。你们这是将我当做以前的傻丫头吗？你看看我的作坊来来往往这么多人拿货，像是缺钱的吗？宅子我自己不会买，丫鬟婆子我自己请不起。我跟你们去京城，宅子和丫鬟都是他的，慈母他做了，名声他赚了，我能得到什么啊？哼，怕是被他利用完了就丢了吧。这么多年都没管过，现在怎么可能那么好心？原来是冲着乔小娘子作坊来的，真够不要脸的。呸！这种当娘的，也难怪乔小娘子要断绝关系。这样的娘不要也罢。大家刚才可都听到了啊！这位冠永伯的奶娘，冠永伯夫人手下最得用的管事嬷嬷，刚才说冠永伯府的老夫人不但是个恶婆婆，还很是凶狠，压得他们夫人喘不过气来。对，我们都听到了。二哥，
你认识冠永伯府的人吗？这位奶娘那样诋毁他们家的老夫人，咱们也该让对方知道这事儿。我当然认识了，我和冠永伯世子关系还不错。等回京之后啊，我就将这位奶娘的话转告他。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老夫人不是恶婆婆，也不凶狠。你娘也不是你想的那样的，你可别听别人怂恿误会呀。你现在才解释啊，晚了。我和我二哥可没有诬赖你啊，大家可都听着呢。对，我们都听着呢。我就是京城来的，回去之后能帮世子作证呢。多谢各位仗义直言。你这意思是老乔家怂恿我的？乔老太太，他又针对你们啊，给你们甩锅呢。你这个贱人，什么臭的都往老娘头上泼，真当老娘是软柿子呢？看老娘不好好教教你怎么做人！你这个不守妇道的贱人，故意把衣服扯开，这是要勾引谁呢？村里的老爷们儿可看不上你这个老骚货。你这个不要脸的老泼妇！哎呦，你快放开我，放开！老贱人，你要是不想被现在送官，就好好的赔偿我们，否则现在就抓着你去县城，让大家都看看你这风骚样。赔，我们赔，不过得先上马车去。大家都去把马车给围住，可不能让人给跑了呀！这个死丫头，这个死老太婆，你们给我等着！你这个老贱人，太阴险了！想跑也要问问我们同不同意。没想跑，误会了。怂货！乔老太带着几名儿媳妇，将马车上所有的东西，值钱的不值钱的，都从车上扔到外面乔家男人们的手里。你们这是要干什么？不是说好赔偿的吗？你们为什么把马车上的东西都拿了？哼，你们欠我们老乔家的这些东西可不够赔，只能算利息呢。你们这些强盗，我要去官府告你们抢劫。那你快去告！我还要去告温香莲和你们伯爷通奸呢，他和我儿子还没和离之前就和你们伯爷搞在了一起，应该将他抓回来陈堂。走啊，去告啊，看咱们谁怕谁！我们老乔家就是无赖不要脸，名声对我们来说就是个屁，但是对你们夫人和伯爷来说，不知道这事儿让京城里的人都知道之后，他们还有没有这个脸？你们给我等着！放心，我们等着呢。回去告诉温香莲那个贱人，他害我们老乔家的姑娘嫁不出去，男丁娶不到媳妇，得负责。最近让他去帮忙寻摸这点官家的少爷小姐给我孙子孙女，否则看老娘怎么收拾他。一个无赖！对，我们就是无赖，所以让那个贱人好好想想，把事情给老娘办好了，否则我们老乔家可不会饶过他的。经过半个多月的鼓捣，弄出一辆自行车，虽然还有不少需要改进的地方，但也能骑了。这要怎么骑啊？看好了啊，原来是这么骑的，还有这样的车，也是神了。哎，小叶子，让我也试试。哎呀，这个院子太小了，对你们这种才要学的人不友好，去外面的水泥地上骑吧。这车真不错，不过骑着骑着会卡几下，还有一骑快就感觉你说的那链条像是要断了一样。现在车才造出来，肯定是有不少毛病要改良的，能做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哎，对了，这木头的车架如果换成铁的会更加好。那就用铁打造几辆，我一会儿就让人去运铁过来。行，你们运来随便折腾吧。你们村到县城的路也太烂了，骑车坑坑洼洼的费劲儿。我准备过2天进城，去找卢县令说一说修路的事儿。不就是一条路吗？要不我直接拿出钱来修好了。不就是一条路吗？我出钱修也行啊，还能顺带修一条从作坊到你们房子的水泥路。你以后不用走回去了，直接骑单车就行了。我也可以修，除了去县城的路，把你们村的土路都换成水泥路都行。不用，这是整个县的事儿，还是让县城的人捐钱去修吧。你们要是想要帮忙，就将这几个能工巧匠借我用几个月。说什么借？直接给你好啦。就是啊，你要的话直接给你就行了。行，都给你。要是不够，我帮你再找一些来。也不用去勉强他们，愿意留下来的就留，想要跟着你们回去的就回去吧。我这边以后呢，也会收点有天赋的人去培养。好，我们问问妹妹，我们要的毛衣毛裤等织的怎么样了？等不及想要回京啦。
那是，嘿嘿，我收到消息，我哥他们已经在回京的路上了，我得赶在令号之前回京。对，可不能让那小子把我们的风头抢了。幼稚。那是皇叔，你不能回京去出这个风头，否则你会放过吗？皇叔，当年你可就是京城独领风骚的人物啊！你不说话，没人当你是哑巴。你们要的毛衣、毛裤和鞋子等啊，再过2-3天就能全部都弄完，所以你们可以做回京的准备喽。那我肯定能赶在令号他们之前回京。哎，妹妹，你要跟着我去京城玩玩吗？顺便一起过年，过完年我可以送你回来。不用了，我相公快回来了，我要等他。开年之后他就要去参加科举考试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年咱们也就能在京城见。好吧，那我们在京城等你。第二天，卢县令听了乔爷的建议以后，觉得很不错。好，县城修路的事交给我就行。乔爷教他怎么放消息造势。妙，就按照你说的做。夫君呀，卖出去了吗？妹夫，怎么样了？怎么样？假的，全是假的。什么假的？你是不是疯了？这可是珊瑚啊！珊瑚个屁，全是假的。是不是你勾结他们做的？我怎么可能和他们勾结？我的家底也全都投进去了呀！完了，咱们完了，你个老六啊！这怎么可能？你们是不是想独吞了钱，所以才故意骗我们？你们每房都分了不少的东西，现在拿出来刮一刮就知道了。你们这会儿怪我了，当初要不是你们等不及，非要催着赶着将东西全都买下来，我们也不会被骗。报官，我们赶快去报官。老五那么精明的人，竟然也会上当受骗，这不是将全部家产都赔进去了吗？天哪，这得被骗了多少银子呀！还好咱们已经分家了，发财的事儿也没想到我们，不然说不定还会拉我们下水呢。他们之前要发财的事确实是没想到你们，可现在他们完蛋了，那肯定就能想起你们来啦。有好事儿的时候从来都想不起来我们，倒霉了就能想到我们了，真是晦气。以老五和那狐狸精的性子，怕是会先来找娘和我们借钱。没钱，我们这一方可没钱借给他们，借老五一家钱那不是和肉包子打狗一样有去无回吗？有好事的时候，这老五想的也只有玉家，所以这出了事儿也还是找玉家去吧。再说了，本来也是玉家害的，我们3房可没钱。哼，这个败家玩意儿，谁爱帮谁帮，反正都已经分家了，我也不管。这第二天，我之前就说你是个丧门星，老五还不信呢。现在可好了，家产都被你这个扫把星给败光了。你这个倒霉催的，真是谁娶了你谁倒霉呀！你这御史别说真有点邪门啊！可不是，嫁娶谁家谁倒霉呀！前夫被他克死了，陆秀才本来好好的，也因为和他勾搭坏了名声，还一直考不上去。哎，就是啊，她嫁进陆秀才家，这陆秀才就和亲儿子断了关系，还被陆家分了出去。这五郎可是前途无量啊，这以后发达了，这陆秀才都沾不了光。毕竟现在可不是亲爹，而是隔房分出去的堂叔。现在更听说，因为他娘家的弟弟，害得陆秀才被骗光了所有家产。这可真是个丧门星啊！以后啊，得离他远着点儿。也只有陆秀才才会将这种丧门星败家娘们当宝吧。娘，之前都是我的错，您就别生气了。我以后也不走了，就留在你身边孝顺你。有钱的时候可没见五叔你这么孝敬奶奶，现在家产被骗，宅子被抵押出去，你倒是想起来要孝敬奶奶了？到底是想要混吃骗住，还是真的孝顺？大家可都一清二楚啊。就是啊，以前可没见你这么孝顺。哼，以前不但不孝顺，还一直吸血老家的亲娘跟兄弟呢。现在突然孝顺了，没有点猫腻谁信啊？娘，停！我现在呀，住得好，吃穿更是不愁，我用不着你孝顺。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了，我就谢天谢地了。娘，我现在不去献学了，所以想搬回来住。你们一房都已经被分出去了，所以盖新宅子时就没算上你们的。现在回来可没你们住的地方。再说了，这盖的新房每一房都出钱出力了，你们是一文钱没花，一分力也没出，
哪里来的脸要回来住啊？娘，你真要那么狠心？我可是你亲儿子。对于你这样的不孝子，我可心软不了。我更怕会引狼入室，让咱们家都被丧门星给带衰了。啊，听说你们的房子拿出去抵押了，这钱也别想从家里头扣或者是借，我们1文钱都没有给你们的。你有好事的时候从来就没有想过亲娘和亲兄弟，只帮扶玉家。现在你成了这样，更是这丧门星和玉家害的。所以有什么事情你就去找玉家去，实在要是没房子住了，就去老玉家住。我就当你去给玉家当了上门女婿，反正以前你的那些表现也和人家上门女婿差不多了。大哥，你们呢？真要对亲兄弟这般狠心？娘的意思就是我们的意思。以前我们没有沾过你的光，以后也不会沾。你要是落魄了，就去找害你的人啊，别找我们。反正将来你发达了也好，落魄了也罢，都和我们没关系。好，既然你们这么狠心，那我走就是了。听说陆周瑾娶了连家的小姐，还置办了宅子在外面住。你以前对陆周瑾啊比亲儿子都要好，现在也该是他孝敬你这爹的时候了吧？相公，他们真是太狠心了，太凉薄了，居然这么对咱们。咱们可都是一家人呢，可现在呢，咱们，夫君啊，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啊？回去找周瑾帮忙吧。哎呀，周瑾现在也是住他媳妇陪嫁的宅子，咱们去找他恐怕不太好吧？他是我们的儿子，奉养我们不是应该的吗？要不是走投无路了，也不用去找他。哎呀，可他媳妇是连家小姐，我们要是去借钱什么的，他肯定不高兴啊。怎么，我们都成这样了，你都舍不得让去找你儿子，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哎呀，相公，我心里当然有你呀，可周瑾也难呀。他能有我们难？我看啊，你心里全是你娘家人和一双儿女，根本没有我这个丈夫。我为了你什么都没了，你就不能为我考虑下吗？相公，我没有，你怎么能这样误会我呢？你装酷和装委屈也没用，陆家将我们分了出来，我们被这样对待也很正常。毕竟曾经我们对他们确实不好，可我对你的一双儿女和玉家，那可是实打实的好，更付出了很多。现在也该到周瑾孝顺我们的时候了。相公，你这些话太伤人了，我也没说不让周瑾孝敬我们呀。但他现在情况不也不好吗？都还寄人篱下呢。他够了，说来说去你还是偏着他。今天不管你乐不乐意，我都找定他了。哎呀，想打秋风呀？那也看看这是谁家呀？再说了，我们连家可不是你们想来就来的。哼，你儿子就是一个窝囊废，什么都还得靠我呢。就你们这样的人家呀，我嫁了都亏了。哼，什么要住我这里？想什么呢？哼，你这个窝囊废，还有一群无赖亲戚，我当初怎么就瞎了眼选了你？娘子，我也不知道他们脸皮这么厚啊。又过了半个多月，陆勺终于回来了。娘子，我好想你。我也挺想你的。你抓的？不是抓的，是我买的。在边境的时候，我无意中看到一个草原人在卖，第一眼我便觉得娘子可能会喜欢，所以我就将其买下。还是你等我？这是你哥让我带给你的。我哥还活着，真是太好了。你哥现在去京城了，如果上峰允许他探亲的话，你们应该用不了多久就能见面了。是啊，终于快要见面了。哎，你说以我哥的功绩会升到什么位置啊？他这次立了好几个战功，又斩杀对方将领，让我军收复了丢失的一城，这个更是大功一件。外加有镇国公护着，不出意外的话，你哥这次应该能封一个3品左右的将军。以后如果继续立战功的话，要是能将前朝丢失的城池全部收回来，封侯都有戏啊。
我哥果然还是那么厉害。小姨子送我的礼物呢？娘，有这么急的吗？这不废话吗？快拿来。你的都在这里。哎，姨母，这是你的。我也有啊。魏哥、叶哥，你们这是下牙了？你驾着的是什么车？哦，这是单车，不用驾，而是自己骑的车。我妹妹捣鼓出来的，骑着可快可方便了，还好玩。这种车看着倒是很轻便，上牙时都不用坐马车，自己就能骑一辆去了。那肯定的，你们要是上朝上牙骑车，还不用堵马车呢，那肯定是全京城最受瞩目上朝上牙的大臣。你这车除了一辆外，还带来多余的吗？还有一辆铁的和2辆木的。那你把另外1辆铁的给我吧。我也想要铁的那辆。谁先开口谁先得。哥，你慢了一步呢。我是你哥，你就不能让让我？哎，我是你弟，你应该尊老爱幼，所以才应该让我。三儿，咱们关系可是最铁的，特别还是我先和你说的。另外那1辆你一定要留给我啊，不能被我哥抢了去。行啊。三儿，你这辆……我这一辆你想都别想，木的也很好骑的，你还要不要？不要的话，有的是人抢着要。木的就木的吧，可一定要给我留1辆。算了，还是现在就给我吧。对，先把我的也给我啊。哎，你要骑着去哪里玩？要不给我另1辆，我和你一起骑着去吧。骑这玩意儿啊，可不是上去就会的，还得花时间好好学一学呢。我可没空等你们，车就在我院子里，我让清随带你们去拿，顺便教你们怎么骑。哼，他才不乐意被分去一半的风头呢。亲表哥那也一样，他要像是妹妹说的，今儿啊要做京城最出风头最亮的那个崽儿。江一林就在大街上来回载着相熟的人跑，又吸引更多人的目光和围观。这车真不错，自己就能骑不说，骑起来好快，还能载人。三儿啊，你这车是哪里弄来的？不会是海外吧？你这车在海外楼卖吗？我也想要买1辆。多少钱1辆？我也想买。怎么可能是海外弄来的？他们可没这本事能造出这种单车来。海外楼不卖，这是我妹妹造出来特意送我的。怎么样？哎，这车有意思吧？你妹妹不就是个村姑吗？她怎么可能会造这种车呀？你就算要为她挣面子，也不用撒这种谎吧？啊！我妹妹虽然在乡间长大，但却有大智慧。她曾经更是侍奉过河神大人，学会了很多你们没听过更没见过的东西。她不但会造单车，你们夏天用的蚊香也是她弄出来的。我妹妹是麻鱼县长平村的乔叶，你们要是不信啊，可以让人去查，或者随便找个卖蚊香的跑商，问问他们认不认识乔叶，就知道是不是真的了。哟，侍奉过河神大人，哎，你要编也编个听着能让人信的事儿吧？这怎么可能？这太假了吧！哎，我还真认识，蚊香确实是乔小娘子弄出来的。不只是蚊香，现在京城里流行的竹编饰品和组装家具，也是她作坊里出的呢。我亲自去过长平村拿货，也听说过乔小娘子为河神大人庇护的事儿，确实是真的。之前好多人都还看到过河神大人展露神迹呢。你们要不信啊，随便去麻鱼县一打听乔叶，大家都知道他呢。对，我也去过麻鱼县，乔叶可是名人，大家都知道。我卖过蚊香，应该有人认识我吧？我就是去乔小娘子的作坊买来的。没想到三哥你妹妹那么厉害啊！嘿嘿，废话，我妹妹能不厉害吗？哎，对了，你们见过野牛和蟒蛇赶牛羊的画面吗？野牛和大蟒放牛羊，听都没听过，别说见了。是啊，这种事有可能吗？哎，还真有可能，我就见过呀。乔乔娘子养的宠物野牛和大蟒就会放牛羊，放的还可好了。早上会将牛羊赶去山上专门的地方吃草，有跑散或者想撒野的，立即就能被他们追回来。等牛羊吃的差不多了，他们又会将牛羊赶回固定的牛圈羊圈里去。我以前也不信啊，可上次去长平村听说过后，亲自上山去看过，嘿，还真是。你们要是不信，也可以去看看呀。他们说的乔叶就是你妻子的亲生女儿吧？应该就是她。
让你们办的事办得怎么样了？殿下，乔烨对我们误会很深，根本不搭理我派去之人的话，还有些敌视，所以被我们拉拢的可能性很小。要是他的存在妨碍到殿下，我愿意大义灭亲。要除掉，现在怕是比较麻烦。他现在不但是永安郡主的干女儿，江义林重视的干妹妹，还入了萧七的眼。今天萧七刚从麻鱼县带了不少东西回来，让我父皇龙心大悦。听说那些东西就是从乔烨处得到的，我父皇很看好，所以父皇最近对乔烨印象不浅，外加有萧七盯着，可不是动手的好时机啊。那我让我妻子再想想办法，继续试试拉拢他。实在不行，他非要不识趣的话，等时机成熟了就动手。也只有这样了。我听说了一件事儿，这说起来还和这乔烨有关。什么事？别卖关子了。他嫡亲舅舅家的儿子宋少阳，这镇国公带着一名立了大功的少将前来京城嘉奖，那人叫乔宇。听到这个名字，武志恒脸色变了变。乔宇不会是乔烨的亲哥吧？不错，就是乔烨的亲哥。他之前不但救了江一林，还接连立下大功，这事儿你们应该都听说了吧？而且他还会造杀伤力很强的新武器，这次回来还会报上去让兵部制造。也因此要除掉乔烨的话，除了之前你们说的这个乔宇也是个问题。这还真是个大麻烦。那还是尽量拉拢乔烨，要不行就从他那个相公下手吧。是，我派人去试试。你不会要亲自去麻鱼县吧？我想要会会乔小娘子，不亲自去麻鱼县怎么会呢？麻鱼县我就去定了。你高兴就好。哎，三儿，这是什么做的摆件？看着好看，还有种剔透感。哎，这猴子做的也太有趣了吧！这可不是什么摆件，而是蜡烛。什么？这是蜡烛？那是你们没见识，这也是我干妹妹特意为我做的生肖猴蜡烛。你们要是不信啊，我就点给你们看看。天，还真是蜡烛！哎，你们快看，点燃之后那猴子的黑眼睛好亮，像是活了一样。你们有没有闻到一股好闻的香味？闻到了，像是雪松的香味儿，太神了！蜡烛竟然能做成这种模样，还能散发香味儿。哎，除了猴子，他还会不会做其他蜡烛？我妹妹当然侍奉过河神大人了，除了这些，她还会不少东西呢。我妹妹可以按照你们的要求来做蜡烛，想做成花草树木或者生肖都行。你们想要做啊，那得排队到年后了，前面还有不少人定制的蜡烛等着呢。哼，我妹妹最厉害了。三儿，我想定制这种蜡烛，有没有扇子模样的？只要不是太繁琐复杂，基本都能做出来。扇子模样的肯定可以做，我这边也不知道你们的要求，你们最好自己去定。谁要是想定，你们派人去麻鱼县长明村的作坊找我妹妹就行。三儿，你吹了干嘛？我还没看够呢。这可是我妹妹送的，给你们看看就不错了，还想点亮？切，你们想的真美。要想看，自己去定制，想怎么看怎么看。哎呀，你们过来看热闹的人太多了，堵着我都好热啊。哎呀，三哥，你这穿的啥呀？咋毛的烘的？这又不像毛皮做的。哎呀，好细腻，好柔软呐。嘿嘿，这是我妹妹特意让人帮我织的毛衣，穿上去之后呢，贴身又保暖，特别的舒服。这么一件毛衣啊，比你们穿几件衣服暖和，还不显得臃肿。还有毛线裤，也一样贴身暖和，可舒服了。摸着还真的很软，摸着很薄，难怪你穿着不臃肿。真有那么暖和？这是毛线手套，你们自己可以试试暖不暖和。还真的好暖和，还很轻薄，我带着拿东西什么的也不费劲儿。这不是还能带着做事吗？不但暖和，带着还很轻柔舒服啊，穿在身上肯定不差。三哥，要不你把这毛衣脱下来给我也试试呗？滚！大庭广众之下脱衣服成何体统？再说你穿过了，我还怎么穿啊？哎呀，想要。这毛衣能买到吗？除了单车没法卖，蜡烛可以定制，毛衣毛裤也卖。你们可以把自己穿衣服的尺寸写下来，让人送去长明村和我妹妹定做。那我明天就派人去麻鱼县。我也是，蜡烛和毛衣毛裤手套我都要买。哎呀，只可惜呀，单车它不卖，不然我也好想要一个呀。单车因为车轮子上那个轮胎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玩意儿我妹妹手里也没多少，不过明年有希望能买到。啊，对了，
我这种鞋就是那材料做的，现在也没有卖的，可能要明年才会有。哎呀，三哥，你这鞋子好结实啊！这鞋子有什么特别之处吗？我这鞋子踩水踩雪，鞋底都不会打湿，鞋身也不容易湿。真的假的？还有不会打湿的鞋底呢？你们不信啊？那我就试给你们看看。哎呀妈呀，这全干的，不只是鞋底儿，整个鞋里头都是干的。三哥，你这鞋子咋这么暖和呢？因为我这鞋里面加了一层绒，轻薄好穿又保暖。还真没事，确实好暖和。这玩意儿你感兴趣吗？当然了，我过2天就去麻鱼县一趟，不只是要会会江一林的干妹妹，这些玩意我也想要。没想到那个乔小娘子这么不简单，这次就看你的了，最好能将她彻底笼络过来，为我们所用。我也是这么想的。皇宫里，皇帝本来就对乔叶有印象，现在呢印象就更深了。于是不但赏赐京郊外很好的2个山头，以及连带着的庄子，还有上百亩良田之外，又赐了一座京城位置不错的宅子。也因此啊，乔叶在京城可是扬名了。王爷找我何事？哎，你没毛衣和胶体皮靴呀？那个不孝子从外地带了那么多好东西回来，先是去天仙楼显摆出了一个大风头，接着还送了翼王等人那些好东西，却偏偏忘记他这个亲爹了。灵儿还没有回府，所以我没收到这些东西。哎呀，那你肯定收不到了，因为三儿已经把带来的毛衣毛裤和胶底皮靴都分了啊，单车也是1辆都没剩下。呵呵，多谢王爷告知了，我回去之后问问灵儿。三儿对我们很孝顺，毕竟啊，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好坏是相互的，你可不能指责或者骂他，否则别说是我，就是陛下都会不高兴的。微臣不敢，王爷要是没别的事，那我就先走了。没事了，你退下吧。你这混账还知道回来呀？这侯府啊，以后都是我的，我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哎，爹，你脸色和气色怎么这么差呀？是不是我给你送的妾服侍的太好，让你天天去后院流连忘返了？爹，虽然好美色没什么，但你也要注意点身体啊。我又为你准备了几名美妾，可不能现在就不行了。你这个逆子，说什么混账话呢？我最近后院都没去，你弄回来的那些美妾啊，我实在是无福消受。你给我将他们哪里弄来的，赶紧送回哪里去。需要多少钱安置，我来出。爹，一夜夫妻百夜恩，你对我娘薄情寡性就算了，毕竟我娘离开你能过得更好，但你这些美妾身份都不高，有的还是寡妇做妾，你要让我送他们回去，这不是逼死他们吗？你怎么那么狠毒啊，一点风度都没有。这不都是你找来的，和我有什么关系？爹，没想到你和二房的人一样，都那么不要脸和无耻啊！你要是非要将他们赶走，到时候他们去关门口或者兵部门口闹，吊死什么的，丢的可是你的脸，你可别来找我啊！你这个混账，非得想气死我是不是？爹，我气死你对我有什么好处啊？我本来就是陛下亲封的世子，这侯府以后注定是我的，你早点死和晚点死不都是一样的结果？我又不是二房的2个孽种，天天盼着弄死我们兄弟，再弄死你好夺权。再说你做了那么多对不起我娘的事儿，我把你那么早的气死啊，不是太便宜你了吗？逆子，你还记得自己是侯府的世子呢？整天在家里瞎搞事，我看你就是见不得这侯府安宁。嘿嘿，爹，你真聪明，这都被你看出来了。这侯府本来就到处的污秽不堪，干嘛要安宁？你和祖父天天这么热闹，不是很好吗？好个屁，我们不需要。这可由不得你们。爹，你要没事我就去祖父那里了。去你祖父那里干什么？是不是要给你祖父送你从外面带回来的毛衣毛裤和什么胶底皮靴？那些东西他配吗？我们有好东西只会送给真心疼爱护着我们的人，比如姨父他们，这就是一报还一报。爹，你说对吗？我知道以前不对，我这不是一直都想要弥补吗？爹，求你别恶心我了，你看我全身都起鸡皮疙瘩了。你那什么愧疚补偿，我们母子早就不需要了。你与其将精力放在我娘身上，还不如好好去宠幸下你后院的美妾们。逆子，你说些什么混账话呢？
你不介意，我介意啊！我心里只有你娘。爹，我发现你就是喜欢犯贱，我娘是绝对不可能搭理你的，所以啊，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你要去找你祖父干嘛？我准备给祖父争妻，去问问他喜欢什么样的老太太。你说什么？为你祖父争妻？你是不是疯了？我没疯呀，这个风头咱们侯府出了，水家那个老太太被休去了庄子上，别说是争婚正妻，祖父要还惦记她，依旧那么喜欢，我就帮他将人弄回来当妾也行。曾经的岳母变成了亲爹的妾，爹，你觉得惊不惊喜？胡闹！你简直是胡闹！惊喜个屁！老子要被你惊吓死了！出个屁的风头！这种风头我们侯府出不起。爹，你又不是我祖父，你怎么会知道他不乐意呢？毕竟当年他为了那个女人，可是把你这个儿子都能卖给对方女儿的。别说啊，在深情这点上，祖父比你还是要强不少的。至少这么多年来，他都没有见色而忘了水府的那个老太太，不像爹被人耍得团团转卖了，还主动贴上去，将对和我娘的誓言全抛之脑后啊！你这个逆子，滚！你跟老子滚！切，爹，你真是玩不起。等我帮祖父争好婚，为你找一个后娘回来之后，我就再为你也争一个娇妻回来，保管让你和祖父作伴。毕竟你们那么父子情深，怎么都不能少了你的。老爷，你快吃嘛。老爷，你快张嘴呀！世子，你来啦！哎呦，世子呀，快坐呀！世子，来吃点水果。哎呀，世子呀，这糕点也不错，你快尝尝呀。祖父，没想到老了之后，你还能坐享这种艳福啊！那么多如花美眷围着你转，难怪你都舍不得出院子了。这种艳福和如花美玉，我还真享受不了。这些人从哪里来的，你就送回哪里去吧。祖父，我看你还挺喜欢这种生活的，就别昧着良心说谎话了。我觉得这些如花美眷都还少了，想着再为你找几个，哪里还能再送走啊？不要，我一个都不要。老爷，我们整天尽心的伺候，你居然嫌弃要让世子送我们走？老爷，我天天喂你吃葡萄，你还要送我们走啊？老东西，你真是坏死了，太伤人家的心了。哎呀，老爷，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呢？不要！滚滚滚！祖父，你真的是艳福不浅。改天啊，我就邀请你的那些好友来做客，让他们也见识下。你这个混账，我丢脸了，对你有什么好处？你是不是要把侯府败了，你才高兴？你可是侯府的世子，别忘了你姓江。侯府之前该丢的脸都丢完了，您老更是遗臭万年，所以还怕什么继续丢脸啊？我又不是多稀罕这个武安侯，这侯府我要实在是看厌烦了，我就过去寄给二舅，到时候直接继承他留下的爵位，不也一样是个侯爷啊？不姓江，那我就去姓魏呗。你说的什么混账话？你可是我江家的子孙，更是侯府的世子，怎么能够过继出去呢？我这不是跟你学的吗？你为了心爱的女人，都能把你儿子卖了，弄个奸讨两房，要给你弟弟留后，我也不希望二舅没后，所以就过继给他做儿子好了。还有我哥，反正以后啊都要继承郑国公府，那不如就过继给大舅好了。孽障，你这个吃里扒外的混账，你不能这么做，你别进出馊主意，将你哥也带坏了。现在侯府都是我说了算，我为什么不能这样做？你老了以后就好好在院子里享受你的如花美眷们，其他的事少管吧。混账，你这个混账，我和你爹还没有死，过继的事儿由不得你。哎呀，这么大声干嘛？能不能由得我，咱们走着瞧就是了。祖父，很多时候你得服老呢。你们表现不错，从这个月开始加月俸，钱就从我祖父的小金库来补贴。多谢世子了。哎呀，还是世子大气。
哎呦，世子啊，有什么事儿啊？您尽管吩咐。混账！你这个混账！你行了，你差不多得了啊！一把年纪了，还像个泼妇骂街一样，简直不成体统。你别你了！我今天来，其实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祖母将你休了，你这院子里也不能没有女主人，所以啊，我会以你的名义对外征妻。你看你喜欢什么样的？我不需要，你别给我弄这种幺蛾子。你觉得你能拒绝吗？祖父，我不是来征询你意见，告知你的。你这个孽障，你太不孝了，连祖父的婚事都要插手，你就不怕被人骂死吗？你有我这样的好大孙，做梦都得笑醒，就别不知足了啊！放心，除了征妻外，我还会将你最心爱的女人给你弄回来，给你做妾，保管让你天天看着，继续疼爱着啊！我对你好吧？好个屁！你可别乱来！成全你们这对狗男女，这2天就将你宝贝的那女人弄回来给你做妾，也会对外宣称你听说她被休了，实在是压不住那种思念，心疼她在庄子上受苦。祖父，看把你高兴的，脸都激动红了。你这个混账！你放心，我一定听你的照办，谁让你是我的祖父长辈呢？滚！你给老子滚！三哥，说出什么事儿了？啊，要是有用得上兄弟们的地方，你尽管说啊。你们帮不上我，是我祖父的事。三哥，你祖父啥事儿啊？哎呀，就算我们帮不上啥忙，你倒是说出来呀，我们也能看看能不能给你出主意啊。我祖父一直惦记着水府之前的那个老太太，我今天回府，他将我叫去，居然要让我去庄子上将那个老太太接回侯府。他说他不放心老太太在庄子上待着，更舍不得对方受苦。我当时都懵了，反对说将人接回侯府，那不是让人看笑话吗？毕竟那可还是我爹小妾的新娘呢，这关系不是乱套了？可不是，这要接回去，关系也太乱了，确实不适合接回去啊。可不是吗？啊！但我祖父根本不听，他说他都一大把年纪了，何必还要在意那点名声？他喜欢一个女孩子那么多年，对方现在被休去了庄子上，又写信对他诉苦，他怎么就不能将人接回侯府了？还不停地和我闹，说限我3天内将人接回侯府，否则啊就要打断我的腿。那可是我祖父，我能怎么办啊？只是这事儿做的，连我都觉得这2人一大把年纪了，还这么不管不顾要在一起，更不要名声了，真是太……难怪三哥你这么为难呢，遇到这种事儿还真不好办。哎，对呀，去接人吧，要被人看笑话，那关系又那么乱，多离谱啊！不接吧，你又不好违背你祖父的吩咐。三哥，你这也太难了。是啊，我可太难了。还不只是这个呢。我祖父还说侯府不能没有女主人，所以要我对外为她征妻呢。毕竟以那老太太的身份接进府里也只能当个妾。我感觉我祖父都魔障了，现在心里除了女人还是女人。你祖父现在是完全放开了呀，居然要征妻，我还是第一次听说男人征妻的，你祖父牛啊！江一林摊了摊手，表示没办法，明儿呢只好去庄子上把他最爱的女人接回去啦，还得让他们也帮忙散散消息，看看有没有什么正经的大户人家老太太主动来征婚的，嫁给他祖父啊！我不想看到你这个不孝的孽障，你给老子滚出去！祖父，怎么一见到你的心上人，你就忍不住要耍起威风来了？心上人？这不就是吗？祖父，你不会连自己爱了那么多年的女人都没认出来吧？虽然她现在又土又老又丑，但确实就是水家那位老太太。我为你将人接回来了呢。何香？写信的时候，我的笔名又是什么意思啊？你笔名是在水一方啊。你说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你求而不得，所以取了这个名字。这人还是他心心念念那么多年的女人吗？他怎么变成这样了？和曾经心里那人完全是2个人嘛。这一刻，什么白月光朱砂痣的，在老侯爷心里头全变成了泡影。祖父，你是不是太惊喜？高兴的都说不出话来了。这是你心心念念爱了多年的女人，
我帮你接回来了，你可得好好疼爱照顾他。嘿嘿，不用谢我，毕竟我可是你最孝顺的孙子。孽障，你是故意的。对啊，我就是故意的，这不是满足你多年的愿望吗？你就好好珍惜眼前人吧，你们就不用再错过了。来人，为老侯爷布置房间，今晚老侯爷和他最爱的女人拜堂，然后洞房，再请我爹的妾和儿女们，以及老侯爷们的妾们，还有全府的丫鬟、小厮和侍卫等，全部都来观礼。哎呀，谁让我是个最贴心的孙子呢？必须要成全他们。你这个孽障，你……哎呀，我祖父都高兴的吐血了，激动晕过去了。哎，快扶他进屋休息。这位老姨娘，我祖父为你做了这么多事，现在更高兴的晕了。以后啊，你可得好好照顾他才行。听说乔叶的毛线店今儿开业了，确实暖和舒服。哎，我要一套。我要2套，这个颜色和这个颜色。我要多买几套，每个颜色都给我来1套吧。哎呀，乔小娘子啊，你家作坊的毛衣毛裤也太难订购和难等了，我们从大老远的跑过来，也没法在这里等几个月呀。你看能不能通融下，批发和单独买的分开排队啊？是啊，我们从好远的地方赶来，等那么久，或者再跑一趟都太费时间和费银子了。乔小娘子，你就再通融一下吧。凭什么要分开排队啊？那在我后面的人不是就能排到我前面去了？是啊，你们一人还要买那么多套，等轮到我们的时候都没有了，那怎么办啊？就算有，也不知道排到猴年马月。对，我们不同意这种通融。行了，别吵了，我这边作坊说实话也是真接不了多少单，再排下去等后面的人拿到手，这都要过季到夏天，根本就穿不了。我帮你们想了个办法，能很快拿到毛衣毛裤和毛线鞋等。你们其实可以在店里或者作坊这边买毛线，然后请已经会织毛衣或者是手巧的人去店里现学怎么织，你们每套给人家出点手工费，这不就不用再排队一直等着了？哎呀，我之前怎么就没想起来这么做呢？这还真是个好办法，我实在等不及了。这个办法好，我现在就买毛线，请人织。还是乔小娘子聪明，懂得变通。哎，五郎媳妇啊，你说我们学织毛衣毛裤，然后帮人织了要手工费，行不行啊？当然可以啊，我之所以提出这样的主意，不只是为了等不及买毛衣毛裤的人，也是想要为各位手巧的大婶大娘和姑娘们着想，希望你们多一个赚钱的营生呢。还是五郎媳妇想着我们。哎呦，这五郎媳妇啊，最是心善了，什么都没有忘记我们。这五郎媳妇呀，可是俺们的福星哟。这边呀，乔叶的毛线作坊生意红红火火，另一边乔宇也进京了，皇帝直接将他升到正3品将军。你大儿子已经回京了，今天更被皇上封了个正3品将军，还赐了一座将军府给他。他还真来京城了，他现在的身份是不是不低呀？他现在刚20出头就是正3品将军，又有镇国公祖孙和永安郡主撑腰，算是京城的新贵了。听说他打仗很有一套，还研究出了好几种新型武器，连皇帝都指望着他去收复前朝丢失的城池呢。他只要不死，以后应该会前途无量。只要将他的心笼络过来，就算以后我的身份暴露出去，也再也不用担心别人会贬低和瞧不起我了。毕竟我儿子是可以帮我撑腰的。他来了京城也好，以后啊，让他多帮忙照顾一点磊儿。是啊，他们毕竟是兄弟，以后可以相互扶持。哎，你这2天就找机会去见乔宇一面吧。我听说他请了假要回乡探亲，之后会从麻余县那边直接回边疆。好，我明儿个就去探望他。他现在住哪里呀？他住在镇国公府，现在镇国公的祖孙还有永安郡主都当他是自己人呢。我听说昨天他刚回京，永安郡主就特意去探望他，还让他也叫干娘。今天下朝的时候，我还听到翼王邀请他今晚去翼王府用膳，要为他接风洗尘呢。好，我准备一下，明天就去探望他。哎，向鸾，你什么时候回京的？这人正是关永伯府的世子武向鸾。我今天刚回京的。三儿，听说你之前回来，很是出了一把风头啊。那是当然的，我这几年出海都没有出风头了，现在怎么也该轮到我来出一出了。哎，我原本回京啊要约你聚一聚的，
谁知道你回老家了？哎，这回没事吧？来和我们一起用个膳。好，我去跟我表哥打声招呼，就来找你们。这位应该就是乔将军了吧？是啊，这就是我宇哥。武士子好，你直接称呼我的名字即可。那你呀，也别叫我什么武士子了，就跟着三儿叫我向鸾吧。我也跟着他喊你宇哥。好。说起来，你和宇哥还有一段渊源呢。什么渊源呢？你那后娘是宇哥的亲娘呢。什么？宇哥是我后娘的亲儿子？真的假的？你是不是弄错了呀？没弄错，你们被你爹和你后娘骗了。你娘真正的身份是……他接着将温香莲的身份怎么跟武志恒勾搭上，又是怎么算计乔二牛和离，抛弃2个孩子，怎么狠心，以及怎么伪造假身份等事儿都说了一遍。你真是他的亲儿子？我确实是他儿子，虽然我还没回过村，但之前我妹夫去边疆游历时，已经将事情都告诉我了。他不久前还派人去找我妹妹了，只是我妹妹没搭理。他跟妹妹一样，是在现代一起出了意外来到这儿的。真没想到，他还有这样的身份和故事。是啊，谁又能想到呢？哎，你最好小心点你那个蛇蝎后娘，她可一直惦记着你的世子之位的。这次我干妹妹将她和你爹做的那些事闹开了，他们应该很担心我会和你说，让你会发现你后娘的真实身份。所以啊，我到京城之前，他们就将你支出去了。估计这1-2天，你后娘还会贴上来找宇哥认亲呢。难怪老家的事，其实并不需要我亲自去的，但我爹非要让我去，原来是这个原因呢。他惦记着我的世子之位已久，这我是早就知道的。以前他还故意接近我，宠我惯我，想捧杀将我养成纨绔呢。还好被我祖母及时发现并且阻止了。他要是来找你，那你要认他吗？那肯定不认。当年他不止抛弃了我和妹妹，还和你爹差点害死了我妹妹。我妹妹傻了这么多年，也是他们害的。而且如果我没有立功来京城，我妹妹也没有开作坊，我妹夫没有拜师秦老先生，我那个娘只怕恨不得我们没有出生过，怎么可能会主动来认亲？可是无论是你娘还是你爹，就算他们对你不好，但是你要是不认，或者不按照他们的要求做，他们拿孝道压你，你又能怎么办呢？我爹和你娘要将我的妹妹嫁给一个贪花好色的纨绔，我祖母反对，他们却是一个劲儿地说是为了我妹妹好。那女人更是在我爹的同意下，和那户人家已经交换了庚帖，只差正式定亲了。要不是祖母找借口拖着，这婚事怕已经成了，但再拖下去也不是长久之计呀。我很发愁，要怎么办呢？我真怕我爹和那女人来阴招，将我妹妹彻底推到那个火坑里去。其实很多时候换个想法和玩法就不一样了。你之前完全是被束缚在了孝道里，才会放不开手脚。孝道不过是给外人看的，只要你能把控好，根本不用怕他们。我妹夫的情况其实和你有点像，他……然后就将乔叶和陆少小夫妻对付亲爹后娘那些事儿以及损招全都说了一遍。你的妹妹和妹夫真厉害呀！你也可以的，他们拿孝道压你，你其实也能借你祖母压回去。而且那女人真正的身份可是一个很好的把柄，用得好，你能反压制他们。你可以这样。于哥，你这些招真高。于哥，你和小叶子不愧是亲兄妹，都一样的有才、有想法和有计谋。多谢夸奖了。主子，冠永伯夫人在后门，说是想要拜访你，去请她进来吧。于哥，不介意我们去屏风后面听听吧？当然可以，我和伯夫人可没那么熟，还请叫我乔将军。我知道你怪我，可当年我也是有苦，我是被逼的呀。我这些年来一直都记挂你们兄妹，更恨不得将你们接到京城来。只可惜我虽然是伯夫人，但却做不了主啊。这伯府的老夫人一直盯着压着我，我不敢有一点错。你怪我，我能理解，也是应该的。伯夫人，你这演戏的天赋真不太行啊，哭得很假，说的话很假，动作还给人一种娇柔造作的感觉。都这一把年纪了，又不是小姑娘，怎么说不上一句话就要娇柔的抹泪呢？人家姑娘抹泪能引人怜惜，忍不住想要哄一哄，可你抹泪那就和囚犯抹脖子一样，很是辣眼睛啊。要不我让人拿个镜子来，你好好照一照。你现在这样子真的很难看啊。而且我建议你去京城的戏班子花点银子，和人家台柱好好请教学一学。
等学好了怎么演得更真，你再来吧。雨儿，我知道你怪我，可你怎么能这么说亲娘呢？亲娘？你配吗？你应该还不知道啊，妹夫去边境游历的时候，已经将你和冠永侯做的那些恶心狠辣事全都告诉我了。所以啊，你不用在我面前继续装模作样演戏，我可不吃这一套。那都是婴儿误会瞎编的，他那么小，怎么可能记得以前的事啊？他是被乔家人给骗了。别狡辩了，我不想听。你今天如果是来认亲，是来缓和关系的，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不可能，我不会认你，更不会承认你是我娘。乔宇，我可是你亲娘，你还三品将军呢，你连孝道都不懂吗？你这样顶撞我，我可以去官府告你不孝。那你去告啊，正好让大家都知道关永伯夫人是个什么样的身份，以及什么样的人，让大家都知道你在和前夫没有和离前就勾搭了关永伯，还多次偷情，更是勾结奸夫，恶毒的将亲生女儿丢到水里，想要淹死灭口。曾经你更未婚有子，还陷害前婆婆而故意落胎，你做的这一桩桩恶心事儿都闹出去好了，我反正无所谓。我不靠考科举做官，需要营造多好的名声，我去边疆打仗，只要立了大功，依旧能继续上升。哼，可你呢？不知道武家的族长和族老们会不会联合伯府的老夫人，要将你这样不守妇道，本应该带去进猪笼的恶妇休了呢？你这个逆子，你这样恶毒说亲娘，你要遭天打雷劈，遭报应。你这个勾搭奸夫又不知羞耻的毒妇，都还没有被天打雷劈，怎么也还轮不上我呢？至于你要遭的报应，相信倒是不会远了。你太狠心了，竟然不顾我们母子的情分，你太让我伤心了。我和你之前什么时候有过母子情了？当年还小不懂事，才会被你虚假的模样骗了。现在我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老实巴交又容易上当的乔宇了，到时候也让皇上知道你们夫妻那些年做的狠毒恶心事。还有，你们也别想再打我妹妹的主意，否则我就直接带兵去冠永伯府闹，让大家都欣赏下你们丑恶的嘴脸，重新认识下你们夫妻。有干娘和干外公为我撑腰，外加我现在也是三品将军了，这样的事儿我绝对做得出来。你敢？你们夫妻如果不信，那可以试试，看我敢不敢。你这个不孝逆子！我知道自己是不孝的逆子，我也没说我不是啊。这话你都说了好几遍了，你没说腻，我听着都烦了。能换个说辞吗？你真要这么对我这个亲娘吗？你要这样绝情，咱们以后就真没有母子情分了。当年你可是最依赖、最听我这个娘的话了。你都说那是以前了，谁还没有个不懂事的时候呢？你今天来除了认亲外，应该还有其他目的吧？是不是想让我把将军府交给你来管，顺便安插点亲信，以后更好掌控我？是不是还想让我在边境挣来的钱财都交给你保管？是不是还想利用我攀上镇国公府？不，我没有，你别乱猜乱想的。随你怎么想，反正我肯定不会顺着你来就是了。还有其他事吗？要是没有的话，伯夫人就请离开吧。雨儿，我这些年是真想着你们兄妹，停，这些话我不想听。我都说了，让你去戏班子学学再来。你现在这样很假。你伯夫人请吧。我今天见你，可不是对你还有感情，只是单纯的要告诉你，我们母子情分早就断了，以后也不要有任何牵扯。下次我可不会再这样就轻易见你了。好，你可不要后悔。放心，我绝对不会后悔。好，你真是够狠心绝情，哼，我就等着看你以后会怎么样。放心，就是你和你那奸夫死了，我都会活得好好的，所以你那点小心思还是收起来吧。你这个混账，比不上你这个恶妇。行，咱们走着瞧。好啊，那就走着瞧呗。宇哥，你真牛，将那女人挤兑的都快要无地自容了。宇哥真会说话，连我听着都觉得大快人心。我要是不这样挤兑讽刺他，他绝对会以为我对他还有感情，就会蹬鼻子上脸。对这样的人，可千万不能给脸，
反正他比我更怕闹出去，所以我当然要怎么爽快怎么来了。确实，他们夫妻才是最怕僵尸闹大的。你什么时候启程去麻鱼县？2天后就出发，我想赶去和妹妹妹夫一起过年。快过年了，不然我也跟着你去麻鱼县，然后再一起回边疆。以后有的是机会呢。确实。另外一边，夫人，怎么样了？那个逆死不认我，死丫头已经将当年的事情让陆少告诉他了，所以他怕是怪我和伯爷呢。这都是多少年前的事儿了，至于这么一直记着吗？这对兄妹呀，也太小心眼儿了。可不都是心眼太小了。伯爷，我看他那样是真不愿意认我。不识趣的东西，他既然如此不识趣，那就别怪我心狠了。真是没想到啊，他们夫妻的胆子那么大，竟然玩这种偷梁换柱、搞假身份的把戏。祖母啊，您别生气了，谁都想不到他们会做出这种无耻的事情来。不过这对咱们来说呢，其实也不一定就是坏事。怎么说？祖母可以用这个把柄和孝道双管齐下，压着他们。温香莲最近跳得那么厉害，就让他好好的过来伺候您老，尽一尽媳妇儿该尽的孝道吧。家丑不可外扬，要是这么做，那咱们伯府的名声可就没了。就算不这样，以后伯府也不会有好名声的。那女人的事，1、2年内肯定会闹得人尽皆知。既然都要败坏名声，那不如就让我爹和那个女人全部去承担去吧。再说本来也是他们自己做的孽，遭受到反噬也是应该的。祖母，咱们要是不出手，我爹和那个女人就要对我们下手了。祖母，我就是怕他们又要算计妹妹。只要我是伯府的世子1天，就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1天。他们的名声坏了，我说不定还能提前继承伯爵府呢。我再想想。祖母，我听说我爹已经完全投靠五皇子了，我爹却是一意孤行的主动掺和了进去，这涉及到夺嫡大事，一旦失败，咱们伯府可就完了。我更看好太子，为了以后不被清算，我会主动的去和7皇子接触，多一点走动。哼，你爹的眼皮子真是太浅了，这样的事情怎么能掺和呀？他这是想将全家推上断头台不成吗？行，我都听你的。与其这伯府让他败了，咱们这些人被他连累害死，还不如让你赶快继承伯府。咱们就只能先下手为强了。那你就多和7皇子接触吧。夫人，老夫人不舒服，让您过去伺候呢。好，我知道了。怎么，你又要去叫府医过来，帮你媳妇儿演戏栽赃我是吗？娘，我也是担心香莲的身体，又怎么可能栽赃你？娘，我也是担心香莲的身体，又怎么可能栽赃你？每次都用这种招数，你们不腻，我都腻了。那你们自己做了什么事情，自己看。至于你的香莲，也不必再装病了。他要是再不醒过来，我就让嬷嬷去请太医来为他好好看看，让太医帮忙看看一个曾经在村里经常干活的村妇是不是真的有这么娇弱。娘，这些东西您是哪里来的？你不必问这东西我是哪里来的，反正上面的情况属实就行了。我是真没想到你们胆子居然那么大，干出了这么多胆大包天又无德恶毒之事来。你们不想将这件事情闹得人尽皆知，最近就安分些，你媳妇儿就留在我的院子好好市集吧。渊儿的婚事你们也想个法子推了，否则就别怪我豁出去，将你们的那些个事情全部让人传出去。娘，你这是要威胁我们？你既然知道了，又何必问出来？既然如此，那我们都听娘的。伯父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以后这个家还要鸾儿来继承，相信娘也懂这个道理吧。我继承伯父之后的事情就不用爹来操心了，你还是好好的去想想这件事情如果被闹出去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吧。
你这个逆子，这种事传出去，确实会败坏我们的名声，但对你可也没有任何好处。我反正无所谓，又不是说我，指不定大家还都会很同情我呢。毕竟做那些恶心狠毒事的，又不是我。你这个混账，有你这么和老子说话的吗？那你就出去对外宣扬说我不孝呗，我也会和大家诉诉苦。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乐意去听的。你别忘了，我可是你爹，你这个不孝子。我当然不会忘了，但是你也别忘了，这是谁的院子？你指责我不孝的同时，先看看你自己孝顺了吗？祖母，我爹对您不满，故意骂我来挤兑你呢。你这个逆子，要不是我这个嫡母，你的棺材都怕已经深埋在地下不知道多少年了。你居然来我的院子里面对着我指桑骂槐起来，你怎么这么不孝啊？去帮我请个太医，我被这个逆子气得心口疼。祖母，您没事吧？您放心，有我和护卫们在，我爹他肯定动不了您个手指头。您消消气，虽然我爹不孝，可您千万别如了他的愿呢，气坏了身子。还是你懂事孝顺。老太太这样子，哪里像是有病的？第二天，武志恒夫妻的名声就变坏了，这伯府更是每隔几天就要上演一次鸡飞狗跳。这另外一边，宋少阳也到了麻鱼县。你们的菜单还配介绍和图啊？这都是乔小娘子教我们的呢，菜是她教大家做的，介绍也是她让我们加的，这图啊是官府让画师帮我们画的，画师呢就照着乔小娘子做出来的菜画，当然我们做出来的也差不多。乔小娘子教你们做这些菜要钱吗？嗨呀，不要钱呢，乔小娘子人可好了，教我们做菜，除了让我们县里的14酒楼能招揽到更多的客人，也为了让县里养的羊能卖掉。现在天气冷，吃羊肉的人可多了，县里养的羊都不够卖。这个乔小娘子还真是大方。那是，乔小娘子人美心善，是咱们县里最好的人。以前不少村子里的村民呢，一到冬天就比较难过日子，现在因为养羊、种甜菜、接灵活等，赚了不少钱，日子越来越好了。县城里也有不少日子很难过的人，现在每天都去乔小娘子的作坊接灵活，或者经过乔小娘子的作坊帮忙介绍手工活，也能吃饱穿暖了。现在咱们县城能有这般热闹，也都多亏了乔小娘子啊。你看，这些呢都是从外地来乔小娘子作坊拿货的商人，每次拉几车离开，没多久又回来了。听说他们这大半年来赚的比以往2、3年都多呢。以前咱们县每天都是冷冷清清的，哪能有这么热闹？现在有了这些商人来往，县城里和乔小娘子作坊门口可热闹了，晚上还有夜市呢。你看我们每家14的桌子，现在基本都能坐满，以前1半桌子都难坐满的。现在我们掌柜可是还加过不少桌椅的呢。这位就是乔小娘子？对呀，这就是乔小娘子。我之前不是听说她又黑又瘦的吗？那都好早之前的事了。以前乔小娘子在娘家被搓磨，吃不饱穿不暖，还要天天下地干活，所以好模样才没显露出来。现在不但不傻了，又有河神大人庇佑，外加他会做护肤养肤的膏，所以越来越好模样了。原来如此啊！乔小娘子好啊！你是谁？有事？我叫宋少阳，来自京城刑部侍郎宋家。这次是在京城看到了毛线、毛衣、毛裤等物，我颇感兴趣，就亲自来到这里，想要买一些。我也想看看能够做出那样好东西的人长什么样。我是个有夫之妇，你这样的话真是太轻浮轻佻。我看你不是来买东西的，而是被人叫过来故意败坏我名声的吧？还有，要买东西就去县城的铺子或者作坊，找我没用。不应该害羞的回我几句，然后邀请我去作坊买吗？奇了怪了，本公子的魅力下降了？怎么可能？少爷可是京城里出名的无双公子，走到哪里都最有魅力。可能是这村妇没见识吧，亦或者他是想对少爷欲擒故纵。有道理，很可能就是欲擒故纵。走，咱们去长平村，我就不信拿不下他。是不是你和陆少故意害我们的？这件事情是不是你做的？所以才故意来看我们被赶出来。现在你很得意是不是？连家犯了王法，这才会抄家流放。我可没那么大本事，让官差将你们赶出来。
倒是你们一家人，可真是名不虚传的丧门星，走到哪里就祸害到哪里，哪里就倒霉。去我五叔家，他不但是考不中举人，名声全毁，更将家产败得连住处都没有。现在来了连家，又将霉运带了过来。以前连家做了那么多坏事都没被查，可自从你哥哥娶了连家小姐，你们这家更是赖在了连小姐的宅子住下后，连家就开始接连倒霉。你以后呀，可得要离我远点儿，我可不想沾染上你们的霉气晦气。乔叶，你贱人，你才是丧门星呢！你胡说八道！我要撕了你这个贱人的嘴！你干什么呢？自己是丧门星，居然还要动手打人，太不像话了！就是啊，乔小娘子又没有说错，你们母子啊，本来就是丧门星，谁沾上谁倒霉。你要想动乔小娘子，先问问我们同不同意。我看你根本不是什么福星，而是个狐狸精吧？那也是比你们这个丧门星好。就你这姿色、性子和自带霉运，当狐狸精的资格都没有呢。你羡慕嫉妒我，酸我也没用啊，因为改变不了你的霉体质，你也变不成像是我这样受欢迎。你这个贱人，你真不要脸！你骂谁贱人呢？你才是贱人！乔小娘子可好了，你要是再骂她一句，老娘就扇肿你的脸！你敢打我，我跟你拼了！呸！就你那样，还和我拼了？来呀，老娘才不怕你！你这个混蛋！我家变成这样，都是你们这些丧门星给害的。我当初就不该嫁给你这个丧门星，你个废物！你闹够了没有？还嫌不够丢脸吗？你们家会这样，都是坏事做的太多而事发了，关我什么事儿？别人随便挑唆下你就听了，你怎么那么没脑子？好你个陆周姐，你敢打我？你放屁！陆周姐，我们家才没有做坏事，是你们全家都是丧门星！你还敢推我？你胆子肥了！嬷嬷，快来呀！打死你个不要脸的，你个小狐狸！救命啊！这样的好戏，以后估计不会少。这要是已经做官，不是也得被三人害的同样的下场？不行，可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否则非得被这3个丧门星害了。哎呀，他更是后悔没有听他娘的话，趁着当时日子还好过，手里还有很多财产，就应该将玉婉之这个丧门星给休了，将陆周瑾兄妹这2只白眼狼给赶出去呀。回到家，他就将现成的事儿跟他说了一遍。宋少阳肯定是冲着你来的，他除了想有目的的接近我，是不是还有很大问题？是，他这个人呢，表面风光霁月，在京城被称为无双公子，很是讨京中的一些贵妇和小姐们的喜欢，而背地里却是一个龌龊变态的作风。他喜欢采花，然后收入后院，他还喜欢朝有夫之妇下手，用各种方法接近引诱妇人，然后威逼利诱和对方的丈夫和离，接着将这些妇人也收入后院，等腻了之后就丢在一旁不管了。对他有用的妇人或者姑娘，他也会用所谓的美男计。他娶妻了没有？娶了，他妻子是一名身份不差的贵女。那他的妻子应该知道他做的这些事情吧？知道，那女人也不是什么好人，不但没有请娘家帮忙做主，或者自己对宋少阳闹，反而成了帮凶。所以他们坏到一起，天生一对吧？这天有事？孙丫，你看我这个金镯子好看吗？这个呀，可是宋公子让那个小厮特意送给我的。太老气了，更适合你奶奶那个年纪的人戴。宋少阳送礼也太用心过度了。宋公子挑的，怎么可能会老气呢？那他眼光也太差了。你到底找我想要干什么？我想嫁给宋公子，你觉得怎么样？他已经有妻子了，听说他妻子很不好相遇。你要是想要给他做妾，那叫做好被他随便玩玩就丢到后院，被他妻子各种折磨的准备。哦对了，听说他后院已经有一堆女人了。那他的家世怎么样？是不是真的贵公子啊？是，他爷爷和亲爹都当着不小的官，还是有实权的那种。他在京城被称为无双公子，但是他实际上人品并不怎么好。是贵公子就行了，嫁给村汉或者是给地主县城里的那些富户当小妾，那些男人也不见得就好。我呢，还不如给宋少阳当个小妾，他长得好，还大方。你想要给他当妾，他并不一定乐意。
哎呀，所以我才来找你了。三丫，你就帮帮我吧。你真要进宋家的门，那怕是得要先和他生米煮成熟饭了才行，而且还要闹得许多人都发现，让他没法赖账。不过他可不是善茬，你真这么做了，他当时可能会憋屈的收了你，但过后会不会想要把你除掉的就不一定喽。我不怕，反正富贵得自己去争，我只要想办法拿捏住他的把柄，并且告诉乔家的人，他应该是不敢除掉我的，否则就让我奶奶他们去京城闹，他敢杀我一个，总不会敢杀我全家20几口子人吧。他虽然是个贵公子，但是杀这么多的人也是要坐牢的吧。原来你还是有点脑子的嘛。不过还得需要你帮帮忙。直说吧。听说你干娘和干哥哥很厉害的，所以你能不能帮忙打听一下宋公子他有没有什么把柄啊？行吧，我去帮你打听打听。你要是不在意宋少阳有多少个女人的话，我倒是可以给你一个建议，让你之后更加能够安全点。什么建议？快说说。找1个或者2个人结盟，你们可以一起给宋少阳当妾，在没有很大利益冲突的时候就结盟一起应对他，应付他家里的那一堆女人。你们还能一起和宋少阳发生关系，闹得大家都知道，那样的话他就没法赖账，也只能将你们都收了，你们好几个人他也不好直接除掉。这倒是个好法子。那我去问问他们对宋公子有没有什么兴趣，我们知根知底，又是一个地方出来的，以后真要是都进了宋府，也能互相帮助，至少比人家原本后院的那堆女人更加熟悉些。是这个理，你们要是不联手，就可能被宋少阳后院的女人联手弄死，所以你多找几个帮手就很好。嘿，果然还是你最聪明了。那就麻烦你去帮忙打听一下他的把柄，我去找其他人问一问。好。咱们俩不愧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夫妻啊！我之前也想到了，给陆周兰透露一些宋少阳的身份和口风，让他主动去攀上宋少阳，说不定还能送1带2呢。送1带2？你也想到了乔小莲和温秋梅？这个我真没想到，我想到的是玉婉之。玉婉之？你前爹是不是搞事了？对，他们一家被赶出了连小姐的宅子以后，继续赖上了连小姐。我前爹去了老玉家之后，不再像是曾经那样受到热情的招待和尊重，老玉家的人直接变了一副嘴脸，对他各种暗讽瞧不起，还撵他们，意思是他不过是个女婿，却是不要脸的上岳父家蹭住蹭吃喝，简直不像样子。玉婉之只知道哭，一点忙也帮不上他。我前爹被气得不轻，他从小到大便被老陆家捧着，在村里算是富养，娶了我娘之后呢，更被我娘捧着。我外公对他也不苛刻，反而很好，他之前哪受过这种委屈啊？更何况他曾经对老玉家多好啊！他不但把免税权利收回给了别人，还将老玉家从连小姐那儿搜刮的钱财全都拿走了，现在这老玉家人到处找他呢。你前爹也是个大极品啊，对他心爱的白月光说气就气，看来爱也有限嘛。他爱的永远都只有他自己。他也是活该，真正对他好的人他不珍惜，反而是养着一群白眼狼，最后才发现他落魄了，那些人比别人都更能踩他。那他去哪里了，你知道吗？我的人传来消息，他朝着隔壁府城去了。那要告诉老玉家吗？你觉得呢？先不告诉吧，毕竟老玉家的人将他追回来也没用，不过却不能让他好过，重新崛起。要是陆周兰那里真能送1带2，以后倒是可以将消息透露给更落魄的渣武叔，让他去找白月光前妻和妓女要好处，那样咱们就又能看不少好戏。还是娘子厉害，这么好的主意都想出来了。那送1带2这事儿，我一定要帮穆周兰母女达成，咱们也算是成全她的喜好了。这主意真好，乔小莲让我帮他查查有没有宋少阳的把柄，他想要用这个拿捏，让宋少阳只能收了他，还不能将他斩草除根了。你知道宋少阳有什么把柄吗？不会涉及很危险必须要灭口的事，但确实是能拿下宋少阳的那种。他后院中有几名有夫之妇是被他从外地哄骗，跟着他去京城的，并且没有和丈夫和离，
就类似于突然失踪了。你可以让乔小莲用这个把柄，等他和宋少阳事成之后，去威胁宋少阳。等明年我考中进士做官之后，咱们就不用再这般束手束脚的了。到时候咱也不用再有这么多顾忌了。对了，我过几天再将宋少阳喜欢有夫之妇，并且后院都是有比他大10几岁妇人之事，加一起透露给乔小莲吧。乔小莲要将陆周兰拉做盟友，应该也会将这样的事情告知，这样以后才好应对。等到乔小莲再来找我，我就让他去找陆周兰的时候，最好是有玉婉之在场，咱们正好看看玉婉之听了之后会怎么选择。好，我也想看看玉婉之会不会想主动送上门，或者是有羞耻之心，不和他女儿去争这个。不过呢，最近的老玉家已经容不下他们母女2人了，他选前者的可能性更大。过了2天，乔小莲找到乔烨，说是已经拉拢了温秋梅，也询问乔烨他能不能将陆周兰也拉上。无所谓啊，也将宋少阳后院的事儿以及那个把柄告诉了乔小莲。乔小莲，你又想做什么？哎，我有好事儿找你。得了吧，你不害我就不错了。真有好事儿，要不是看在你心机厉害的份上，我才不会找你呢。有什么事情你直接说吧。哎，你知道宋公子吗？什么宋公子啊？他就是京城来的那个贵公子，爷爷和爹都是大官。对了，他表哥还是皇子呢。然后呢，你干嘛要将他的事情告诉我啊？我想跟你结盟，一块儿去给宋公子做妾。哦，对了，温秋梅已经确定跟我结盟了，我们俩都觉得你更有心机些，以后去了京城，咱们可以更好的应付宋公子后院的那些女人们。你们想的还真远，那位宋公子能看得上你们？我们也没那么差吧。再说了，他看不上，那不代表我们不能给他当妾呀。那你看，这就是他让人送我的金手镯和耳环。他虽然是冲着三丫作坊来的，但是不妨碍咱们攀上他这根高枝嘛。你很有信心我们就能当上他的妾？那要怎么做？当然是生米煮成熟饭了，要不然以他的身份应该是不会收我们的。那要是生米煮成熟饭之后他不认账怎么办呢？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只要咱们一起和他生米煮成熟饭，再闹得人尽皆知不就行了吗？他家那在京城是有头有脸的，要是不收了我们，被咱们闹到了京城去，他会很丢脸的。而且我还知道他的把柄，只要用这个相威胁，他不但得捏着鼻子收了我们，还不敢将我们给除掉。你是怎么知道他的把柄的？是乔三丫告诉你的？对啊，再怎么说我都是他的姑姑，这点忙他还是会帮我的。他能有这么好心，怕是他看那个宋少阳不顺眼，才会将你们推给人家吧？这样不是更好吗？他有目的，对咱们才更有利，这样他们能帮到咱们不少忙。我一直都知道他所谓的好心就是想我们去祸害那个宋公子，但是我就宁愿上当，毕竟我想进富贵人家当妾。再说了，那宋公子长得可俊呢，还是京城的什么无双公子，这不比嫁给县城里面那些又肥又老的男人当妾，或者是嫁给一个村汉强多了。是乔烨让你来找我联盟的？哼，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乔烨现在才没有将你当盘菜呢。是我觉得在我认识的姑娘里面，也就你和温秋梅最有心机，最狠心，也最想攀高枝儿，这才将这样的好事情落到了你们两个的头上。你就别想着自己上了，你也不看看现在自己是个什么名声，光是丧门星这个人家就不会乐意收了你，而且比起京城的那些姑娘，你的姿色也就差多了，和我们联手才是最好的选择。我背后有乔烨撑着腰，温秋梅呢有她姑姑伯爵夫人撑着腰，你除了个坏名声可什么都没有，找你一起也是我们瞧得起你。你要是没兴趣呢，那我就去问问别人，或者就我和温秋梅两个。兰儿，这事儿啊可以考虑。那我就听娘的。那个宋公子有什么把柄，你先说一说，我看看有没有危险，再决定要不要结盟。就你心眼儿多，告诉你也没什么。然后就将宋少阳后院的那些事儿给说了出来。行吧，那我就和你结盟。至于要怎么生米煮成熟饭，
就看你的了。我等你的消息，这个肯定得靠我。行，有消息我通知你。我先走了。这倒是个机会呀！哼，我可不想嫁给那个又丑又老的老官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更何况，要是有我在，也能更好的照看兰儿。娘，咱们去看看那个宋公子是不是乔小莲说的那个样子吧。娘，这个宋公子长得可真好，我挺喜欢的。我也觉得挺好的，总比隔壁村的傻子强多了。这棵大树，你怎么都要攀上了，才能远离玉家的泥潭。我一定会远离玉家人的掌控。兰儿，你说那个贵公子看着俊朗，风度翩翩的，怎么会有那种癖好，喜欢有妇之夫呢？哎呀，兰儿啊，咱们母女真是受苦了。要是还能在一起，该有多好啊！到时候咱们互相扶持。这个不要脸的贱妇，也不撒泡尿照照，大白莲都有那种想法，那她差啥呀？玉婉之母女能去攀高枝儿，那她也可以呀。哼，她要给玉大郎戴一顶绿帽子，让玉家丢死人。他爹狠心走了，他弟弟狠心不管他，那他更无所谓了。我才不要天天当牛做马呢，还要被打！你们都给我等着！另外一边，少爷，我们发现前面有一帮人在跟踪乔小娘子，看样子是杀手。怎么会有杀手？难道是关永伯来找的人？不太像，反而有些像反贼组织的杀手。难道是反王派人要杀乔烨？可他不就住在村子里吗？时不时的还会去作坊看看。感觉也不太像反王手里的人，更像是前朝余孽。这乔烨还真能招惹。少爷，这些人心狠手辣，遇到了怕是连我们也不会放过的。我们现在要不先下山吧？咱们要是走了，那乔烨怎么办？咱们要是能将他救下，他还不得以身相许啊？咱们的人数虽然和对方差不多，但对方的实力却比我们强。别乔烨没救下来，咱们先全军覆没了。我觉得我们还是赶快下山，向反王求助，让他派人来救乔烨吧。上，杀了宋少阳。我家少爷只是上山玩耍，并不会妨碍你们做事。我们现在就下山，咱们没必要交手。我们就是来杀宋少阳的，这手当然得交。保护少爷！你怎么会在这儿？他们又为什么要追杀你？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我。我听说山上挺好玩的，就说带护卫走走，谁知道这些杀手突然冲过来要杀我。看来你还挺招人恨的，这些人凶神恶煞，看着就不是普通的杀手。你就没有遇到杀手？遇到了，不过像是刚才那样解决了。你没事吧？你看我这面色红润的模样，像是有事的。倒是你，再不止血和服药，等到山下怕是要失血过多而亡了。小小娘子，你能不能救救我？你放心，我会给你丰厚的报酬的。我可以救你，不过我现在不缺钱，你就欠我一个人情吧。以后还人情，我不会让你做杀人放火或者犯罪的事情。好，我欠你一个人情。乔小娘子，再帮我看看我的护卫还有活着的吗？只要你帮忙救下，我再欠你一个人情。好，不会是那些杀手还有埋伏吧？不像是那些人，应该是萧锦晨带来的人。你怎么知道？听出来的。你还真听出来了呀，这也太神了吧！你有什么值得我骗你的？你一个京城来的贵公子，能不能不要什么都一惊一乍的？你来的还真是及时啊！不是你让我别派人保护你的吗？我一收到消息就带着人赶来了，还好你没事。多谢关心，我确实没事儿。这位宋公子和他的人就比较惨了哦。宋公子是死是活，我并不关心。杀手全部都死在了山上，你可以带人去看看有没有什么用得到的地方。你盯着我干嘛？我越看你越觉得你厉害，你还真是这世间的奇女子啊！前面那句厉害我认了，后面这句你还是收回去吧。我这鸡皮疙瘩都起了一身。你还真是与众不同。看来这个乔烨比较厉害的地方和情报上还是有所出入的，真是一个神奇的丫头。难道她会的这些真是在河神府里学的？森牙，我们听说那位宋公子被追杀，还受了重伤。是啊，要不是刚好遇到了我，他小命就嗝屁了。他这受了重伤，那我们还怎么跟他生米煮成熟饭呢？现在这不是才是最好的机会吗？
郝三丫，我确实是没你聪明，你仔细跟我说说，这为什么反而是个好机会啊？他受伤躺在客栈，他的护卫死的死，伤的伤，是不是很需要人照顾？刚才他让我帮忙找几个伺候的人，我可以帮你推过去，到时候你就自己看着发挥吧。他受伤了不能生米煮成熟饭，但却不影响让别人认为他已经毁了你们清白，其他的你自己去悟吧，我只能帮到这儿喽。三丫，果然还得是你，这件事情要是成了，我一定好好的谢谢你。行啊，以后我要是用得到你，会找你的。没问题。乔小莲留在客栈干活。娘，你倒是帮忙拿个主意啊。那就搞个意外，生米煮成熟饭，到时候我也创造一个意外，被毁了清白。将之前搜到的2枚令牌递给陆少，其中1枚是反王的人常用的，应该是故意带在身上陷害反王的。这一枚我倒是从来没见过，得好好查查。这枚令牌你是在杀手头领那里搜到的吗？你说反王的人会用的那块还是从他身上荷包里找到的，这一枚藏在他束发的发带里，因为他和我交手的时候我一剑刺过去，他躲的时候刚好挑到了他的束发带，当时我就感觉到像是刺到了什么有些硬的东西，等他死了之后我就想起来去检查了一下，才从束发带里找到了这个，他将令牌缝在了里面，其他的人我也都看了，并没有这玩意儿。还好娘子细心，否则根本发现不了这枚令牌。这些方面我比较敏感。这上面的花纹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我得好好想想，再仔细查查。你曾经也没见过这令牌吗？反贼没有被朝廷一网打尽？没有，不过我一直在查，掌握了一些东西，需要进一步去证实时，却使出了意外。这2枚令牌要给反王吗？给吧，我将另外这枚上面的花纹拓印下来，令牌给反王。他一会儿应该会来找我问山上的事，到时候我就给他。这是我在那个头领身上找到的。这玩意儿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小叶子，你还真是他们口中说的福星啊。能对你有用就行，毕竟我也想找他们算账呢。你要是找到了人，要是能告诉我，可一定是要告诉我啊。好，我一定告诉你。另外一边，宋公子，那些人之前没有害成你，还会不会再来啊？现在你的护卫都已经受伤躺在了床上，他们要是再来，咱们也不知道能不能防得住啊。没事，我已经调人来保护了，最迟后天应该能到。巧巧娘子也会让人看顾着我们的。看来得赶紧实施那个计划了，要不他跑了怎么办呢？于是他们就商量着今晚就实施那个计划。公子，请喝茶。你这是怎么了？说话声音有些不对呀。我被村里的2个姑娘缠住了，我之前和她们大吵了一架，所以嗓子很不舒服，这会儿还憋着一口气没有发出来呢。那你不用再伺候了，先去把人打发了吧。好，多谢公子体恤。快一点，快一点，都把衣服给脱了。就将早就准备好的迷药给吃了。在他们药性发作睡熟之后，这玉婉之就进了客栈，也脱了衣服躺进去，同样吃了一丢丢迷药。而玉婉之刚刚躺下睡着，这陆梅也进了客栈。出什么事情了吗？刚才盯梢客栈的人过来说，玉婉之和陆梅都进了客栈，还都进了宋少阳的房间。玉婉之会这样，倒是在我们的预料之中。相比起要被玉家嫁给老官夫，她就算是不讲究了点儿，和女儿盯上了同一个男人，但也还说得过去。可陆梅是个什么情况？玉大郎那儿纳了个妾，对那个妾非常宠爱，而对他呢，则是非打即骂，还随时都想把他休了。以前在县城的时候，他因为我能随时补贴，以及我前爹还是秀才，能够帮到玉大郎，所以玉家大房呢都没怎么让他干活。可是现在啊，回村子里以后，他包揽了玉家的很多的活，他应该是……哎呀，要是干不好啊，就会被玉家人打骂，或者不给吃饱饭。想脱离这样的苦日子，才也起了心思的。那要阻止陆梅成宋少阳的小妾吗？既然这是他的选择，那就随他去吧。也还好你之前明智，让奶奶直接将5房分了出去。陆梅做出这种不要脸的事情，对家中的影响也是有限的。我倒是想看看他最后的结果会是怎么样。我也觉得让他自己去作死吧。咱们明天一早就去客栈看好戏吧。第二天一大早，这些人的情况不对啊。他们中了迷药，还麻烦哪位婶子帮忙去请郎中过来。我去。他们都没有在房间里，
不会是被谁给掳走之类的了吧？难道真遇到什么采花贼了？那怎么办？要不咱们先再找找，不行就去报官吧。对，先客栈找找，然后在村里找找，没有人就报官。哎，这不是乔小莲和陆周兰的声音吗？而且旁边是宋公子的房间，他们怎么会在隔壁啊？哎呀，走走，快去看看！哎呀，我的妈呀！什么情况？我去！你是谁呀？啊，好吧，你个登徒子！娘，你怎么会在这里啊？兰儿，你怎么也会在这儿啊？你昨晚上一直没有回来，我就跑来找你，谁知道才找到乔小莲的房间，我就被人蒙住口鼻，接着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会在这儿啊？娘，怎么可以这样？我去，这他妈还一个！你是谁呀？你们怎么也会在这里？我昨天晚上喝了一杯茶之后，没多久我就昏睡了过去，我什么都不知道。我也是，喝了一杯茶之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昨天看着娘半夜出来找妹妹，我担心你们的安危，我就也跟着出门找。我是跟着进客栈的，就被人蒙住口鼻，接着我也什么都不知道了。这怎么一醒来就在床上呀？我的清白呀！我不活了！我不会做梦的吧？他竟然不是在做梦啊！那他床上怎么这么多丑女人？你们这些丑八怪怎么会在我床上的？你问我们呀？我们还想问你呢。是啊，我们为什么会躺在你的床上？你这个不要脸的登徒子，居然迷晕了我，毁我的清白！天哪，怎么会这样？这个让我怎么活呀？宋公子，你这口味还真是够重的啊！一晚上就迷了这么几个极品女人，把人家的清白都给毁了，你还受着伤呢，这都不消停，这也太急色了吧？不是这样的，我昨天喝了乔小莲送的一杯茶，我就睡着了。之后发生了什么，我根本就不知道啊！我宋少阳就是再想女人，也不可能找他们这么丑的。明明是他们将我迷晕了，想要算计我，毁我清白呢。就这几个娘们儿，就是送给我当丫鬟，我都嫌弃。我怎么可能迷昏他们，毁他们清白？这简直是侮辱我！我们的清白都毁了，你说出这样的话，你就这样逼死我呀！你是不是被算计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肯定是被谁算计了。我还是个未嫁的黄花大闺女，今天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以后我还怎么嫁人呢？我就是来找人的，谁知道醒过来就在这里，这让我以后怎么活呀？我有丈夫，可是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还怎么面对他？我会要被他打死的。就算要算计，我们也不可能一起算计你吧？哼，不管是不是你们算计的，反正这事儿肯定不是我干的，我更没有毁你们的清白。滚！现在立即滚出我的房间！哼，我说我醒来之后怎么这么恶心呢？这样吧，我一人给你们100两，补偿一下吧。但是我得说清楚了，我什么事儿也没做。我们的衣服都被脱了，和你这样躺了一夜，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以后还怎么嫁人？是啊，我们都是被迷晕搬到这里来的，被脱了衣服，和你躺在一起。对呀，这可是你的房间，你得负责。就你们也配我负责呀？啊，你们先去撒泡尿照照吧。什么100两？你就想要买我们的清白了？你做梦！你要是不愿意负责任，那我们就去报官，让县令大人为我们做主。对，我们要去报官。你们别给脸不要脸啊！你们要报官，我还想报官呢。就我这受伤的样子，我连下床走路都费劲，怎么没晕你们？